如果许三多新兵连结束去的不是草原5班，而是火蓝刀锋里的海训场，会发生什么？我的答案是，一个人估计能灭掉一整个兽营，就连蒋小鱼、张冲3人到了海训场后都能蜕变成兵王，更别提许三多这种全能型天才了。大家一定有疑问了，许三多可能有张冲的武力值，也会有鲁岩的果断全能，但蒋小鱼的脑子许三多有吗？我认为他并不比蒋小鱼差。你们不会真的觉得许三多傻吧？先不说别的，记忆力惊人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这个名字叫什么来着？许三多。许三多可以啊。许三多的记忆力都不能用好来形容了，简直是恐怖。除此之外，当成才担心自己能不能摸到枪，会分到哪个连队时，他直接利用许三多和史金的关系，让他去侧面打听一下，全程没有教他任何方法。可反观许三多呢，见到史金就开始哭，等把史金心理防线击退了，直接开门见山。排长，我能不能摸着枪？字儿说你能让你摸着枪。排长，那分班时你会把我分到哪里去？我不知道，这事也不会问吧？你们仔细想想，这一套流程可没有任何人教许三多，可他自己就会用这种让史金完全看不出来的方法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你还敢说他傻吗？所以综合判定，许三多就是蒋小鱼、鲁岩、张冲3人的结合体。再来说海训场的2位神人刘小山和邓九光，大家都知道许三多一路走来遇到了很多贵人，可除了561和高成，不管是史金、元朗还是老马，都是把许三多当成了手里的宝，几乎从来没说过一句狠话。史金唯一一次发火，还把最强的许三多逼了出来。这要搁到海训场，刘小山根本不会惯着他。你就看蒋小鱼偷懒，烂泥扶不上墙的时候，刘小山对他多狠，你就知道了。如果是许三多，估计早就被骂醒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是在做过去的梦，过去做，现在做，以后还要做。我在为我的梦想努力着，你有吗？你有吗？永远的最后一名，最后一名。还有另一位传奇邓九光，他跟刘小山完全就是2种性格，不仅沉着冷静，而且懂得用行动去教育战士。这2位一结合，那不比史金、元朗什么的一个一个的教许三多更有用啊！而且刘小山和邓九光也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天赋的人，光是许三多的自律，估计都能让这俩人十分欣赏。同时，蒋小鱼3人刚到海训场时，只有鲁岩1人是还坚持早起训练的，其余2人都是每天呼呼睡大觉。也正是看到鲁岩的自律，刘小山和邓九光才设计了一个套，让鲁岩跟着他们训练。我想跟你们一起练。真想跟我们练？你要是真想跟我们练，以后在这海训场可就没有逍遥的日子过。只要你们肯带我练，怎么样都行。把许三多带入感受一下，他到草原5班那样的地方都没放弃自己，更别说海训场临近大海那么优美的地方了。不仅训练设备充足，同宿舍的2位老兵还是极度自律者。夸张的说，我估计许三多每天起得比刘小山都早，睡得比邓九光都晚，训练量甚至比他们2个加一起都多。而且在草原5班的时候，许三多就可以持续负重跑20公里不休息，给曾经的武装越野纪录保持者老马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就这种自律和天赋，刘小山看见不得跟看见宝了一样珍惜。更简单的是，刘小山2人如果想让许三多跟着自己训练，根本不需要设套，直接一句话：三多明天开始跟着我们一起训练。许三多不会有一点犹豫，直接一个字是。排长，修路有意义。什么？修路很有意义。你要觉得有意义，那你就去。排长，这是我在5班接到的第一个命令。在许三多心里，你不需要是干部，也不需要是教官，只要你是老兵，我就一定服从你的命令。而刘小山2人既是老兵，而且军衔还比他高，许三多会毫无怨言的听从他们的一切安排。同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，许三多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记仇，而且谁对他好，他就会加倍偿还。大家一定记得刘小山几人给张冲过第1个生日的片段吧？刘小山既是铁血战士，同时还是个温柔的父亲，在他眼里，只要你在部队，战友情大过一切。今天你能和最亲的战友过你的第1个生日，我羡慕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。今天值得你记一辈子。这一点恰恰跟许三多完美契合，2人可以说是完全相互成就。当时在海训场训练后的蒋小鱼几人回到兽营，跟阿甘几人进行 CQB 3对3对抗，直接血虐对方，无一忍阵亡，团灭对手。这种实力也可见刘小山2人的实力，还有得到邓九光真传的鲁岩，还敢跟战神项羽较劲。比赛400米障碍打败对方，就这些事要放到许三多身上，他一个人都能灭掉阿甘3个人。400米障碍能完虐项羽，要知道许三多当时没有人指导他，纯靠自己努力训练，就把负重越野跑练到了炉火纯青，把全师第2的561虐得一塌糊涂。5公里越野跑
我练了5000公里，我才拿了个全市第2。全市第2，你们知道这含金量有多高吗？而全市第1就是草原5班的老马，这2个人许三多都完虐过，可以说他就是现役的全市第1。而项羽呢，只是受营的400米障碍跑战神，许三多打败他，简直就跟玩一样。总结来说，或者用刘小山的话来说，让许三多去海训场训练1年，回头再看，都不光是受营的童年兵不在了，而是整个海军陆战队估计都没人是他的对手了。